大家好，每天一个景点，今天到江西灵山去玩一下。可能是因为江西上饶这边有名的名山大川太多了，都显不出这个灵山来了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山。今天咱们进去玩一下啊！走，这边是售票大厅。现在门票价格95，索道往返的135。它有一个套票呢，就是门票加索道是195一个人。来坐索道上山，现在我是有索道就肯定要坐啊，实在是不想爬山了。这个索道全程2.8公里呢啊，它的海拔提升800多米，建议大家还是坐索道上去吧。把主要的体力啊留给在山顶去看风景，因为山顶有一个8.5公里的环路呢。这里还可以看到当地人开垦的梯田。这个山上的树木很茂盛的啊。除了索道呀，还可以免费领一个登山证啊，因为山上台阶多嘛，就是一个竹竿啊。下缆车以后，先在这里拍张打卡照啊，在灵山很想你。这边的栈道也是修建在悬崖边的啊，边走呢边可以欣赏着山下的美景。哎呀，风景不错呢。山顶的步栈道一共8.5公里，它是一个环线，可以绕着山转一圈的。这个山上它的特点就是奇石很多，我们看一看它有些什么样奇怪的石头。看后面这个石柱就是景区的核心景点，这个叫雄霸天下，也叫一柱擎天。这个景点啊，看大家看像什么？这女生看了羞答答，男生看了乐哈哈。不能说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。哇，这个角度太像了。又有一块象形石头，看这个叫金龟望月，你看像不像乌龟呀？乌龟的头高高的抬起来，朝着天空。哦，在这山顶上发现一只兔子，看这个。兔耳朵、兔嘴、兔尾巴，哇，这个更像呢。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个石头像不像2条鱼在接吻呀？这个叫做双鱼对吻，上面的鱼大一点，下面的鱼小一点啊，一个鱼妈妈，一个鱼宝宝。看前面栈道下面这一块石头，这像不像一个大象的头呀？这是它的鼻子。前面正好有一个松树嘛，所以起名叫做小象细松。这是象眼睛。快看我身后这个大山，哇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就感觉特别的壮观。你看这个山峰，这个石头这么巨大，然后这个山峰啊一直绵延到那边去。你看这个蜿蜒曲折的，这个叫中华龙脊，感觉是一个龙的脊背。果然是非常的壮观的，龙的传人在这里拍张照。这山上栈道确实挺长的啊，8.5公里呢，围着这个山转一圈，走的还是挺累的。不过风景特别好啊，小胖快看前面那个像什么呀？像什么？像云端啦！像云端。山那边，海里面。来看我身后这个山峰，这就是灵山最高峰啊，天梯峰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上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达山顶，从远处看呀，就像是攀登天梯一样，所以叫天梯峰。但是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啊，这个灵山的范围特别大，我们去的这个景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来，我们要往这边走了，风景绝了啊！看这个松树，挺有特点的吧？哇塞，快来这边看，小胖，你看看这个栈道修在什么地方？修在这个半山腰，确实像在云端栈道一样，
距那个地面啊有个200-300米呢，好长呀，好壮观呀。后山的栈道更平缓啊，哇，这边的山呀都是这种形状的，你看，感觉特别丝滑，是这样流水状的啊，感觉风啊从这底部吹上来，把山吹成这个形状了，很特别呢。这后山还有一段玻璃栈道呢，哎，往这里往下看，有个100-200米吧。啊，不过我天天走这玻璃栈道已经没啥感觉了啊，随便走，闭着眼睛走啊。沿着这个悬崖栈道走啊，哇，转过这个弯以后，看这个美景呈现在眼前了。看那远处巨大的花岗岩，这栈道一直通向那边啊，走。快看下面那个石头，就叫龟蛇合体，那里有一个乌龟，旁边它的背上趴着一条蛇。龟蛇合体的寓意啊，就是玄武，南朱雀北玄武啊，那个玄武就是主管北方。这个叫金蝉送财啊，看这里像不像一个青蛙呀？听取蛙声一片啊。这个景区主要就是看这些石头呢，看像各种形状啊。对对对，那个也像面壁。再看这边的石头，这个叫蛤蟆观天。你看蛤蟆蹲坐在这里，脸朝上啊，也叫做坐井观天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啊，正在看天上的天鹅呢。看这块石头像不像一个小老鼠呀？这是老鼠头，这个叫老鼠偷油，因为它正趴在这个油缸上面。快看这里，这山顶上还有这种星空泡泡屋呢，全透明玻璃的啊！哇，这里面只能放一张床，放不下别的东西。啊，晚上住在这里看星空挺不错的哈，要不要住一下，小花？不住。天空之镜，哇，这面镜子真的好大呀，在这儿可以美美的拍张照片，但是需要一点拍摄技巧啊。我们就简单随便拍点吧啊！哎，往这下面看。整个山我们就转完了啊，一共用时5个小时左右。这山顶的栈道虽然长，但是它台阶比较少啊，大部分都是这种平缓的路，所以也不怎么累啊。而且山顶的风景确实很棒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坐索道下山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一天旅游一个景点，今天我们到了江西著名的三清山了啊，世界地质公园5A级景区，道教名山啊。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索道啊，我们直接坐索道就绕山顶了。先去那个买个门票去。这边是售票处，现在门票啊120，索道上下的往返125，加起来就是245啊。坐索道直达山顶啊！这个索道挺长的啊，一共是2400米呢。我们坐的是从东门的金沙索道上来的啊。下索道了，哇，这山顶好多旅游团呐，人特别多啊。下索道了以后，往右边走啊，去看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走这边。开始沿着悬崖栈道在走啊，这是绝壁栈道。你看后面这个峡谷好深啊，一边是绝壁，一边是深谷啊。然后这沿途啊，树木很茂盛，特别凉快啊。快看前面的山上，像不像一个骆驼呀？这是骆驼的头，这是它后面的驼峰，很形象啊。这边的人是最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清山的核心景点了，巨蟒出山，就是前面这个石柱啊，看像不像一个大蟒蛇呢？这个是它的蛇头，你看啊，大蟒蛇，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，哇，直上直下呀，这个山峰120多米高呢啊，这是一整块的花岗岩，大自然的杰作啊，屹立在这里已经上亿年了。然后在它的旁边看这个山峰，
看这个山的顶部像不像一个猫啊？这个猫啊扭过来脸看着这个洞，因为这洞里面藏着一个老鼠，它在等待这个老鼠呢啊，也是挺有意思。还不止这些呢啊，然后再转到这边看，看对面这个山峰像不像一个财神爷呀？坐在这里啊，这是三清山的财神爷。大家来到这里呢，要拜一拜财神啊。这里能看到巨蟒峰的全景啊，看巨蟒，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。这个巨蟒峰直上直下128米啊，小胖你能相信吗？以前呀，居然有3个人爬到这个巨蟒山的山顶去了。他们呀带的那个钉子、电钻、绳子，在17年的4月份凌晨的4点钟啊，然后爬这个山，把那个钉子打到这个山体里面去了啊，对这个山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了。因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嘛，就是那个钉子不能拔出来，所以钉子就永远留在这个石头里了。后来这3个人被法院判了啊，不光要坐牢，还要赔款，赔了600万呢啊！打了26颗钉子，赔了600万，平均1颗钉子就是23万啊！真是让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！大家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地方玩，一定不要破坏这种生态环境啊！尤其是这个景点的核心景区，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看前面这个石头，就是三清山第2大核心景点东方女神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女士呀？穿婚纱的一个短发女士啊。因为她在三清山的最东边，每天早上呢都能看到日出的第1缕阳光，所以又叫她东方女神。哇，越看越像啊，尤其是她的短发。走到这里必须得看一下地图了。我们是从东门的这个索道上来的啊，直接就看了三清山标志性的景点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打算沿着这条路走啊，往南门方向走。南门这里也有一条索道，我们会先经过杜鹃岭、马头石去看一线天，然后经过南门呢，我们再从这边转回来，经过葛洪县丹，然后转回杜鹃岭来，因为我们晚上住这里，明天早上看日出。今天呢，等于是走一个小环线啊，然后明天呢，我们走这边的大环线。这种安排非常完美。在这个上面能看到一个绝世美景，一定要带大家看看啊！走到这个最高峰，哇哦，别眨眼，就是对面这个山峰。哇，大家看，它有上百个这个石峰组成啊，每一个呢都是积极向上这种感觉啊。人民大会堂里面有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的画，就是在这里画的啊。哇，看看这种景象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。对面的这个石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啊，就是这里，大家仔细看它这个形状，这个女生看了会羞羞，男生看了乐哈哈，不能说的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身后呢，这个就是铡刀石啊。为什么是铡刀石呢？因为它顶部是分开的，特别像我们就是东北铡大葱的那种大铡刀似的。狗头铡、虎头铡、龙头铡嘛。我们那是铡菜的。前面这个石头叫做马头石，你看啊，这个像它的头，这个是眼睛，这也是垂直节理的柱子啊。从这儿看一下示意图，就知道它像不像码头了。再看看这个实物，对比一下，发挥想象力啊！我们现在走到一线天了，哇，这个道路非常的陡啊，而且特别的长。你看啊，2个石头中间夹出来的一条路，抬头看天啊，就是一条线。大海老师，我被卡在这儿了。你说明你该减肥了，这个地方真的确实只能1个人通过，真的好窄呀！哇，这里风好大，越窄的地方风越大呀。现在我们走到南门这里了，
你看这里啊，也是群峰环绕啊，这里有个山庄，也可以住宿。然后那个地方呀，就是南门上来的索道，我们是从东门上的啊。从这个南门上来呢，不管你是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，都需要爬台阶呀。哇，台阶很高的。本来以为黄山的台阶就够多了啊，但是这个景区台阶也是不少呢，而且都特别陡啊。看一下这个山顶上啊，这山顶上像不像坐着一个道士呢？他手里捧了个药葫芦，这个叫做葛洪献丹。葛洪是一个道教人物啊，他就是炼丹的，这是炼好丹药了，要献出去啊。今天我们就住山上啊，杜鹃谷。住山上的好处就是早上可以看日出，这上面风景也不错呢哈。然后这里面呀也可以住那个帐篷。然后我们是住后面这个房间里面，看还是挺好的哈，好几个帐篷呢都可以住，就在这个五指峰底下呢啊。我们住在2楼这边，哇，房间里很暖和呀，但是房间没有卫生间啊，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。那里有一个。那个是暖气嘛，吹热风的空调，电视什么的比较简单啊。在山顶能住这个房间已经很不错了。小胖累了吧？非常累。今天又是走了1万多步啊，赶紧休息一下。明天早上呢，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就可以看到日出啊。这里就是日出的方向。哇，他们住帐篷的晚上还有很冷的，现在已经降温了。这边也有搭帐篷的啊，这里就在那个玉台下面呢，人家这里的位置更好，明天直接看日出啊，不用爬山。这个角度搭帐篷最好了啊，这是背风的地方。你看这后面这个房子正好挡风，那个地方搭帐篷不好，因为那个栏杆晚上风挺大的。既然碰到落日了，那我们就在山顶欣赏一场1500米海拔的日落吧。你看这个太阳啊，来，小胖手势准备，用你的双手，托起太阳来，单手托，来个双手的，好，来个那个的，换发波。对，这是发功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剪影，等等，我把你这个太阳放到你手心里，哎呀，完美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江西龙虎山，龙虎山是世界地质公园。这个山很特别啊，大家看远处这个啊，就像是在地上拔地而起一样，突然之间耸立起来这个山啊，还是挺特别的吧。而且这个山是红色的，它是丹霞地貌，很像是天水的麦积山啊。然后它在山中啊有一个这个步栈道，都是悬空这样修建的。我带大家走一下啊，说一下这边的门票，它是门票加车票165。我还买了一个做那个竹筏子的，一共是230。在这个木栈道上走一走，特别的惊险刺激。它这个步栈道啊，就修在半山腰，下面距地面应该有个20-30米，然后距山顶呢特别的高，就悬在半山腰。它这边的山还是挺有特点的，你看那个山啊，有好多的孔，好多洞，这都是自然形成的。以前古代的人啊，他们去世以后会把棺材放进这些洞里面，叫做悬棺，就是先在山上甩一根绳子下来呀，把棺材吊着，这样装进去。这是这边的一种特殊的丧葬文化。这个景区啊，现在还有这个升棺的表演，下午我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先在这个木栈道上走一走，感受一下这边的特殊的地貌。大家也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啊，这个你说有恐高的人怎么走这个栈道？看这下面，我走过好多这个木栈道了。上次在天水的麦积山，它也是这种的。景区里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承包了这片景区了。哇塞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
这又有点高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悬空栈道，距下面有多高？目测一下，应该有40-50米吧，我觉得。哇，走在这边上真是提心吊胆呐。他从那边又转过去了，就是绕着这个山头啊转来转去。真是很佩服修这条路的人啊，真是想不明白他们当时怎么修的这个路。你看啊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怎么就能在这半山腰上面修出这条路来呢？太不可思议了。从这个地方看得清楚，大家看一看这个路是修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我就特别纳闷，这到底是谁修的？我们先不说古代人怎么样修这条路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科技这么发达，修这条路也不是很容易吧？这是怎么弄的？靠搭脚手架吗？还是起重机呢？搞不明白，谁能出来解释一下呀？这种路修的真是绝杀，不得不佩服现在人的智慧啊！再说一下这里为什么叫做龙虎山，它是因为东汉末年那个张天师来这边修炼，他在这边炼丹，丹成龙虎现，说明这个他炼的仙丹威力特别的大，后来就叫做龙虎山了。大家看远处这个山，像不像一只蹲着的蛤蟆呀？特别的形象。然后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景区最有名的，叫象鼻山，像不像一头大象？这是它长长的鼻子，在这边喝水的样子，跟桂林的象鼻山很像。平时这个地方肯定是拍照打卡的人非常多，但是今天呀，没有人跟我抢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这里还放了个雨伞，让人在这里拍照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拍照点，它还做了个玻璃这个观景台，哇塞，透明玻璃的，站在这里拍照真是绝了啊！可惜今天没有人帮我拍照，怎么弄啊？这么好的景色没有人和我分享，分享给我广大的网友吧。这就是一个人出来玩的尴尬的地方啊！碰到好的景色没有人给拍照，现在你说找个路人拍吧，也没有路人，好尴尬呀啊！本来还是想航拍一下的，但是今天下的毛毛雨，飞不了无人机。哎呀，就这样吧，去下一个景点，做竹排啦！哎呀，8个人的船，一个人包船了。主要是今天下雨，人少，再加上这个疫情，现在疫情期间他就人少，应该放首那个歌啊，什么小小竹排江中游啊。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，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。革命重担挑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。小小竹排江中游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望仙谷景区了。这个地方目前是江西最火的一个网红景点啊，但它是人工打造的，花费了26个亿呢，在这个大山里面修建了一个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啊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地方人气很火爆，你看这人有多少？来这边先买个票先。看看门票价格先，正常价是140，现在呢优惠价，周一到周五是100，周六周日是120。检票进来了，这个景区位于一个山谷当中啊，有山有水有瀑布，还有这个很漂亮的桥。哇，这里环境很好啊，山清水秀的，沿着这个栈道一直往前走。
从这里转个弯就到了景区最核心的景点了啊！哇，快往那个上面看，就是那个悬崖边有好多房子呢。哇，好壮观呀！这是悬崖民宿啊和酒店，还有悬崖边的咖啡馆、悬崖图书馆。为啥要把这房子建在这悬崖边呢？这样才吸引人嘛啊！然后再用这些栈道啊，把这些悬崖民宿都连接起来。你看看是不是又很有中国风啊？像不像仙侠世界？感觉在这里啊可以御剑飞行呢。这悬崖上面最高的地方建了一个观景阁楼，现在到这个地方去看看风景啊。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还有瀑布呢，好凉快呀！这里没想到啊，这个景区很多惊喜的景点啊。这里拍照也很美呢。哇，瀑布的水量好大，从这山上流下来啊。这里不只是一条瀑布啊，2、3条呢。瀑布的水都溅到我脸上了。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最漂亮的啊！你看这个栈道，它是之字形的啊，这个回廊。那个住宿的在山顶呢，这里拍照很漂亮啊，南方吊脚楼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是个3岔路啊，可以上可以下。这个栈道确实是人有点多，有点拥挤了。不过栈道上的景色却是非常的棒啊！看刚才望仙谷那个桥，还有对面的3个瀑布，哇，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啊！那个瀑布的水啊，居然是上面流下去的，这是一条河。这条河应该也是人工挖的啊，在这悬崖上挖出来的河，跟红旗渠似的。哇，看这个山谷里面的路，弯弯曲曲的啊，太壮观了。我给你们找来了吧？哦，再往上走就是住宿区了，游客就不让上去了啊，游客只能从这里下去。再往上的话得刷人脸或者刷房卡呢。哇，上去正好就可以住到那个悬崖酒店里面啊。你看它这里挑出外面这么长一截呢。哇，住在这里是什么体验呢？晚上一推窗就可以看着窗外的这个景色啊。花好几千住这个民宿值不值呢？现在我已经走到最高处了啊，这个观景的阁楼这里，到这里去看看全景。哇，还可以上2楼看景呢。这里是整个景区里面地势最高的地方啊。哇，从这里的窗口望出去，哇，果然是一览无余啊，这个景色。那边是入口啊，从那里走进来的。再往这边看一看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多地方呢，还没去那里呢。那里房子也是很多啊。你看这种屋檐一层一层的，很有仙侠的感觉吧？真不愧是大手笔投资啊，26个亿打造的这个景点啊。在这里拍一个游客照，大家知道吗？以前这个山谷里面啊是一个采石场，后来那个石头采完了就废弃了。后来被一个老板看中啊，就投资这么多钱，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景点了。哇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个老板的眼光这么独到啊，确实是大手笔、大投资啊。从这儿能看到那个楼的全景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后面来了。今天晚上呀，我们也住在景区里头，然后在这里办入住啊。民宿中心。这是大厅，房间价格，这里全是住宿的酒店啊。我们房间开好了，现在去房间的路上，看那个玻璃栈道，我们还没到玻璃栈道。这边的房间啊，高低错落有致，也是徽派的这种风格感觉。哦，这个是马头墙，确实是徽派建筑啊。很干净的这种民宿区，我们就住这边了。看看房间里面，挺宽敞明亮的吧，装修也挺好。
这边是洗漱区，这边是住宿区啊，一个大的落地窗，但可惜这个窗户啊是靠墙的，外头是一堵墙啊，这个比较遗憾。反正房间还挺大的啊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欢迎水果，这是冬枣吧，还有一些青豆之类的小吃，然后还有百岁山的矿泉水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加湿器啊，还是什么呀？还可以烘干衣服啊，空气净化器呢，这是多功能的啊。2个浴袍，这边是洗漱区啊，还有一套茶具呢，可以烧水喝。手巾、香皂，牙膏之类的啊，牙具。这个马桶间，哇，是带这种自动冲水功能的啊。淋浴间。好，房间就是这么大了，1000多呢啊，这个房间。晚上我们去那边逛一逛啊，那边是小吃街，走吧，小胖。晚上灯光亮了，我们去4处转一转。晚上出来看夜景了啊，灯光都亮了。哇，这个河边的夜景太美了，看这个灯光美轮美奂的啊。远处那个是山顶上啊，那个观景的阁楼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河边呢，你看看这个两边的夜景。这边是住宿区，也是小吃一条街。晚上这边很热闹的，那边是游览区，这边是住宿区。在原地就可以参与。我们现在在一条桥上呢，对面啊还有演出，手钱是多手抽筋，好热闹呀！谁都能参与啊，拿出。开始篝火晚会了啊！最中间点的篝火，哇，外面围了一大圈人啊，我都挤不进去了。看看里面正在舞蹈呢。这也太热闹了，看这外头有多少人呢？啊，围了好几层，真的挤不进去啊。这边是小吃一条街，哇，从这里看过去啊，这个灯火辉煌，一直可以看到山顶的那个阁楼。看看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啊，正好可以在这吃个晚饭啊。这两边酸辣粉、铁板豆腐，牛肉啊什么的，吃个牛肉饼，现做的。看那个新闻，看那个工地的分比赛的。这边有个南昌拌粉瓦罐汤，这个店，我喝一个这个瓦罐汤啊。这个汤，这瓦罐是在这大缸里面做出来的。小胖吃的拌粉，我吃的这个乌鸡汤，乌鸡红枣桂圆汤。看，作为山西人必须得倒点醋。哎呀，好像有点多了。我还头一次见到喝汤隔醋的。来，然后我吃的牛肉饼啊，然后再来个汤，完美。哇哦，哇，太好喝了，非常好喝。你看他们这都是现装的啊，先把料装进去，然后再放在那个大罐里面去熬，熬好几个小时。大到10个小时。我现在在南昌，这是南昌著名的滕王阁。他因为王勃写的那个《滕王阁序》，闻名天下，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吧？中国4大名楼之一，武汉黄鹤楼、山西鹳雀楼、湖南岳阳楼，然后这个南昌的滕王阁，门票50块钱。如果你会背诵全文的话，是免费进去玩啊，但是我看没有几个人能背下来，都是买票上去的。《滕王阁序》中最有名的那句诗是什么？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我已经去过武汉的黄鹤楼了，今天去这个滕王阁转一下啊。先从空中看一下滕王阁，它就坐落在赣江岸边，气势恢宏。因为王勃写的这篇文章让他闻名世界啊，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王勃这个人。
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，他也是个少年天才，6岁就会写诗，还没有成年就考取了功名。可惜他的仕途不顺利，2次被贬官，他爸也受到他的牵累，他爸被贬到现在的越南那边去做官，所以在他25岁的时候，他就要去越南去看他爸去。走到南昌这里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人家这边刚盖好滕王阁，做这个开业仪式，相当于请了当地的文豪来写文章。本来这边的长官严都督是想让他女婿在会场上出风头呢，就是已经提前写好序了，假装在会场上呢即兴而作。严都督就让参加会议的这些文人说，你们谁有能力写一篇序啊？大家都看出来了嘛，就假装说我们写不了，我们写不了。结果王勃这个人他比较耿直啊，就说那我来写吧，然后就写了这篇千古流传的佳作。当时严都督还很不高兴啊，但是看到他写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，由生气的状态转变成欣赏的状态了，心里感叹这王勃不愧是少年天才啊。王勃写完这篇文章就去越南找他爸了。第2年他又返回的时候坐船翻了，很不幸的是王勃被淹死了。英年早逝啊，非常的可惜。从这边开始爬全都是台阶，爬到最高的那个地方啊，写的滕王阁那里。这里边是有电梯的，但是电梯现在没有开，按那个没反应啊，必须从这里走上去。这是第1层，有一个王勃的壁画，这里面特别大，人也比较多。这后面还有很大的地方呢。这边是滕王欣赏歌舞的这个画面，滕王就是李世民的弟弟，这个滕王阁的创建者。这个是第2层，墙上画的都是江西省历年历代的一些文人墨客有名的人物，王安石、欧阳修、陶渊明，很多文化名人。然后这边写的是历代的文武状元谱，写在这里光宗耀祖啊。这么多文武状元，我只听过文天祥啊，别的都没有听过。这个是第3层，放的一组唐代的编钟、青铜器。这个就是最高层了，最高层是一个阁楼，这个楼顶挺漂亮的。这上面呢就是挂祈福的牌子啊，就是买这个牌子，一个15块钱，挂在这儿祈福用的。这个就是5楼了，5楼也是最高层。哇，从这里就可以看风景了，看一下南昌市的风景。这景色太壮观了，视野很开阔。这边是赣江，那上面是八一大桥。南昌有很多用八一命名的地名啊，还有这些名字，马路、大桥、广场都用八一来命名。这边绿色房顶的地方也属于景区里面，50块钱的门票也包含这边。这边就是南昌的老城区了，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比较破旧啊。再往那边看一下，转一圈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样的。这边有一条河，这是府河，府河最后流入赣江。这个地方就是他俩交汇的地方，修的一个闸口。府河是赣江的支流吧？这个很宽的就是赣江了，赣江是从南往北流的，最后流入鄱阳湖，最后汇入长江了。赣江上面的船只比较少啊，但是这个江面也是挺开阔的。再往那边走一走，这上面看的人比较多啊。哇，这里视线好，感受一下那个王勃的视角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有没有这种意境啊？来几只孤雁啊，呀，看到一只飞鸟啊，在这里落霞和孤鹜齐飞，就差落霞了。现在赣江对面应该是新区吧，那边建设的比较好，都是高楼大厦。那里还有一个摩天轮的，现在好像没有开。
对面这个楼啊是南昌最高楼绿地双子星，303米，这最高层有一个观景平台吧，好像是70块钱门票。我改天上去看一下，可以看的风景的。这下面是秋水广场，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喷泉了，现在音乐喷泉，晚上过去看一看。现在疫情期间，好多这个景点都关闭了，这边的视野太开阔了啊！八一大桥，滕王阁就转完了。当年王勃就是站在这楼上，看着这景色，写下了这首诗啊。最后说一下，王勃其实是山西人，山西绛县的，就是运城那边的。运城那里也有一个中国4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，就是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那个楼。王勃还有一句有名的诗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可惜他英年早逝了啊。好，这个滕王阁就参观到这里了，拜拜。现在晚上6点多，灯光打开了，这夜景太漂亮了啊！红墙绿瓦。现在下雨了，哎呀，我要回家了啊！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到江西了啊，江西婺源。这个秋天来黄岭看个晒秋啊，看这个照片很吸引人吧？就在我们后面这个山上呢啊。走，这个停车场啊，全都是免费的，超大型停车场。这个景区格局很大呀。然后那边是索道，先去买个票啊。这里是售票中心，它现在门票是135，往返的索道120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套票啊，门票加往返索道145，买套票比较划算。这里也是要坐索道上山，景点在山上呢。在索道上可以看到下面的梯田啊，这个地方春天可以看油菜花，秋天可以看晒秋啊。下了索道以后是一个小广场，哇，这个地方好热闹呀，人真多。来黄岭晒个秋，下面呀放了一个拖拉机里面的南瓜。这都是道具，让游客来拍照的。然后这边呀，就像那个生产队似的啊。你看这里还有辣椒，这也是道具，让人拍照的，推着这小车。然后这边还有领导发言台，这里大风扇，哇，这里是让人拍照的啊。来看看婺源这个村庄吧，就在那边呢。这是大山里的一个村庄。来，在这里拿着南瓜拍张照啊，这个地方很有特点。来，再来这边，小胖，这边可以那个爬玉米的。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就要在假装那个劳作呢啊！拍好了吗？可以了。这村庄里都是徽派建筑啊，马头墙。这门口还有个柿子树，这里拍照挺好的，事事如意的意思啊。那我这边，这个小柿子就像灯笼一样结在这树上啊，事事如意。这房间里面是一个拍照点啊。进来看一看，哇，看这里围的人最多。哦，这就是宣传片上的那个宣传册上的那个照片啊，就是在这儿拍的。你看晒着这些东西在这个木棍上啊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地无3尺平，他们收了秋以后啊，根本没地方晒这些东西，所以就在房梁上搭的木棍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晒上去啊。哇，从这里拍过去确实很美。这个徽派建筑啊，一层一层这种感觉。好，谢谢。看身后这墙上有一个中国地图啊，好多人在这拍照的。哎，这个地方呀，就感觉很有那个小资的感觉，很像是到了丽江啊。然后这些鲜花呀、咖啡馆呀，哈，然后两边的店铺啊，你看，很有丽江的感觉。现在我们才到了村里最佳的观景台了啊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
你看后面这个村庄一层一层层层叠叠，一直到山顶啊！而且看他们那个窗户口上，都每家每户都在晒球啊，有那个小竹篓装的那些辣椒呀、玉米呀，还有各种豆子啊，都晒在那窗户上。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棒。这个地方也被中国国家地理啊评为中国最美的10大小城之一啊！哇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想来看一眼的地方啊！看这个阳台上晾的这个更多呀！哇，玉米、辣椒是晾的最多的，这边还有这个南瓜子之类的啊。其他的那个肉也可以挂在这里晾，反正这里可以晾一切啊，只要你想晾都可以晾。这地方可能在山里面，这个太阳不容易啊，所以趁这个太阳出来，都拿出来晾一下。小胖来体验一下这个晒秋的感觉，点一下玉米。来，这边有大南瓜，这是丰收的喜悦。我在婺源黄岭爱上晒秋。这个地方就是村庄里最高点了，这是个观景台，这里拍照的人也是最多的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专门让游客拍照的啊，放着这么多晒秋的这个道具，这些全是道具。这里看的景色确实很壮观啊，最佳拍摄点。这个地方是村里的商业街啊，人最多的，各种卖小吃、卖饮料，那个拍照打卡的、奶茶店的非常多。看看有什么小吃啊？坐这个地方吃点小吃啊，正好是能看到那个地图，然后后面这个柿子树也是很应景啊。来，这个是双皮奶啊，红豆的。小胖吃的啥？沙冰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芒果沙冰。这感觉是个竹子呀，竹子桶。对，黄岭的竹子桶。然后这里面居然还有肯德基呢，我们还买了几个汉堡。来，开吃。我这个红豆的感觉很好吃啊。这村里面呀，还有一个超级长的吊桥呢。哇，建的这么高呢！小胖，你恐高吗？不恐高。这个桥真的好长啊！这玻璃桥的中间呀，确实是玻璃的。哇，这个确实还挺高。小胖，回头看一下我。哇，你现在胆子很大呢。这个这么高你都敢走了？还可以，没有特别高。你看看这下面，哎呀，吓死个人了！那边还有一个桥呢，那边都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啊。他们晒秋呢，就是在这边种的，收获了以后拿回去晒的。跟你过去路那么，整个景区我们就转完了，用了4个多小时啊，景色确实是非常棒，怪不得能成为中国10大最美小镇啊。好，我们下的时候坐这边的索道啊，它这里有2个索道呢，这个索道人少一点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